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侯夫人顾淑颖温良恭俭，封一品诰命夫人，钦此。夫人命真好，2年前嫁了庶出的二爷，如今二爷又立了大功，承袭爵位，夫人也被封了一品诰命。夫人的妹妹顾娇娇嫁的是嫡庶长子，到最后却不如姐姐混得好。顾淑颖，凭什么你被封诰命？我去，嫁了个短命鬼，给他守活寡，我不甘心！我头孩子被抓，反正我活不了了，你陪我一起去死！我顾淑颖，自幼受继母搓磨，嫁人后陪着父婿历经艰辛，才有今日诰命加身，竟也无福消受。老天爷，你何其不！我没死。小姐，二小姐说镇北侯天生绝嗣，不能人道，要跟您换嫁，这是婚书。换嫁？镇北侯？看来顾娇娇也跟我一样重生了。我不嫁，这辈子我死也不嫁给镇北侯萧燕，我要嫁给他的弟弟萧恒。你胡说什么？那镇北侯萧燕生得英武不凡，怎会绝嗣？我要道听途说，他的弟弟萧恒是庶出，没什么前途，我不答应换亲。娘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是这样子的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那万万不能嫁了。娘，2年后，镇北侯的弟弟萧恒将会在夺嫡之乱中立下大功，承袭爵位，风光无限，他才是我的良人。可2日后就要过聘礼了，突然换嫁，只怕顾淑颖心中怀疑，不肯换嫁。我嫁，放着侯门主母不做，二小姐要嫁庶出，这其中必然有诈。顾娇娇只知道庶出的萧恒最终承袭了爵位，深得皇帝器重，却不知是我在背后出谋划策。如果没有我，萧恒根本不可能功成名就。便是要换嫁，也不能轻易让他们如愿。爹爹，女儿已经许给了萧家二爷萧恒，婚姻乃人生大事，姐妹换嫁属实荒唐。婚书已经写好，送去了侯府，就绝无更改的可能。镇北侯府1等1的功勋世家，女儿身无长物，连个嫁妆都没有，怎能坐稳那主母之位？与其被侯府下人看轻，不如余生常伴青灯古佛，免得日后艰难。你想如何呀？把我娘的嫁妆还给我。你说什么？那是我的嫁妆。上一世继母说顾娇娇嫁给侯爷做侯门主母，将我娘的嫁妆全都给了她。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得逞。什么叫你娘的？嫁进顾家就都是顾家的。就是，娇娇嫁的是庶出，将来日子艰苦，本就该多贴补她一些。不然妹妹还是按照原来的婚书，你嫁侯爷，我嫁庶出二爷。你想要给你就是。日后到了镇北侯府，不能再像这般不懂事，跟妹妹争东西，惹出笑话，娘家可不会饶你。我会多替母亲管教妹妹，免得妹妹又争抢不属于她的东西。先哄着她嫁进侯府再说，嫁妆娘自有办法。顾舒瑶，你以为镇北侯是什么好亲事？他在外面养了外室，成亲2年，他从来不肯碰我。你嫁过去，就等着守活寡吧。
侯爷，给了那女子3000两银子，已经打发了。去警告二弟，马上要成亲了，该收收心性，把外面的女人快些断干净。二爷也真是的，每次惹了风流债，还怕林姨娘责罚，都报侯爷的名讳，连累侯爷的名声。望他和弟妹成亲以后，能好生过日子，成家立业，本侯才不负父亲临终托付。哦，侯爷，顾府送来的婚书，明日该下聘了。镇北侯府前来下聘了，聘礼共108台。这么多，竟然还有活的大爷！这么哇！侯爷，既然来了，为何不亲自进去看看？顾府改了婚书，要姐妹换嫁，本侯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次侯府居然给了我这么多聘礼。二小姐，这些聘礼都是给未来侯夫人的，您的聘礼在后面呢。哦，聘礼共18台。怎么就这么点儿？是不是你们贪污了我的聘礼？二小姐，您这些聘礼是严格按照侯府庶子成婚的规格准备的。您要不相信呢，这儿有礼单，您自己用。今日大喜的日子，何事惹得二妹如此生气？这就是顾疏影。大小姐，您快来看看，这些东西都是侯府精心为您准备的聘礼。有劳嬷嬷跑这一趟了。大小姐不客气。顾疏影，你别得意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还没嫁给侯爷呢，这怎么就劳燕分飞了呢？这有什么好兆头啊？就是。是啊。拿弓了。是。啊！射中燕羽而未升级大雁，好剑法。顾疏影，你敢伤我，爹娘不会饶过你的。妹妹说什么呢？我只是担心另外一只大雁也飞出来而已。前世为了鞭策萧恒，我整日和他一起练剑，重生回来，这剑术倒是没有生疏。顾疏影，你敢戏耍我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过来扶我呀！好一个顾家大小姐！娘，今日侯府下聘礼就给了那么点聘礼，我以后还怎么在那贱人面前抬得起头啊？还不是你鬼迷心窍，非要把侯夫人的位置让给那个贱人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娘想办法把顾疏影的聘礼全都给你要回来。小姐，不好了，您的聘礼被调包了。解决不了矛盾，就公开矛盾，且看顾家要不要脸了。小姐，迎亲的队伍就快要到了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小姐您……你不在房间里等迎亲，来这里干什么？父亲，女儿的聘礼不见了。妹妹，我的聘礼为何会在你这儿？你胡说什么？这些聘礼是我的。疏影，都是侯府送来的，分什么你我？聘礼在谁的院子，自然就是谁的。母亲若是不信我，我们大可以到侯府对对礼单，只要母亲不怕丢人。女儿还未进门，就弄丢了嫁妆，这日后在侯府还怎么立足啊？女儿不嫁了，与其日后遭夫君厌弃，不如今日就出家。胡闹！迎亲的队伍都快到门口了，说不嫁就不嫁了。把聘礼还回去。爹，
相公，侯府给娇娇的聘礼实在是太少了。淑英啊，反正这些聘礼最后都是要抬进镇北侯府的，不如……父亲，这些聘礼如果妹妹拿着，会给全家惹来杀身之祸的。你吓唬谁呢？不过就是一些金银首饰，能惹来什么杀身之祸？送聘礼的媒人跟我说，这些聘礼里有皇上御赐之物，是侯夫人品级才能用的。如果妹妹拿着，被旁人看到，就是欺君之罪。这还不快还回去！去把二小姐的聘礼还回去。娘，不是，娘，就这么让顾淑英走了吗？她嫁给侯爷，嫁妆比我的还多，我到了侯府还怎么立足嘛？放心，这不是还有她生母的嫁妆吗？我已经吩咐下人，到时候把那些嫁妆抬进女院里。她刚嫁进侯府，我谅她也不敢闹出来。真的？她生母的嫁妆可比这些聘礼多了。小贱人想顺利嫁入侯府，痴人说梦。开门！夫人说了，这门不到晌午绝对不能打开。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关心花瓶？要是咱们出不去误了吉时，你还没过门就会得罪侯府了。去，把我梳妆台的硫磺拿来。小姐，怎么办？不会弄出人命吧？是，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咱们还能活吗？侯爷，夫人的院子着火了！告诉母亲，若是日后再使唤，可不会只是浓烟了。大小姐，顾大小姐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比我想象中还要勇敢聪慧。勇敢聪慧，分明是侯爷铁树开花。顾疏影，就算你要回了聘礼，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改变不了当务吉时被婆家厌弃的结局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拦着我上花轿？耽误了吉时，你负得起责吗？二小姐，您的花轿在那边。为什么我的花轿这么简陋啊？你到底嫁不嫁呀？磨磨唧唧的，不嫁我走了。顾疏影，算你好运，竟然赶上了吉时。妹妹，什么时辰上花轿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上哪个花轿。顾疏影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这辈子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重来一次，我还是嫁进了侯府，还嫁给了声名赫赫的镇北侯。不管嫁给谁，我都会竭尽全力的过好自己的人生。新人跨火盆，福寿满家门。哎呀，顾大小姐不会害怕了吧？新人进家门可不能不跨火盆，那多不吉利呀！她是萧恒的生母林姨娘，前世没少在我面前摆婆婆的谱，如今又见面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这么大的火，我怎么跨啊？万一把我的衣服点着了怎么办？夫君，你抱我过去吧。哎呀，真麻烦。
哎呦，摔着哪了？哎呦，没事吧？娘，你弄这么大的火盆干什么呀？我就是想为难一下老大两口子，咱们二房的脸都丢尽了。还有你，怎么那么沉啊？你还说我啊？是你自己站不稳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！好了，干嘛呢？小姐，侯爷的房间也太大了吧，都快赶上咱们整个院子了。而且这里的东西都价值连城，二小姐要是看到这些，恐怕肠子都悔青了吧。她以后后悔的事儿多了去了。这什么破地方啊！院子又破又小，还没我的院子大呢。这屋子连个像样的摆件都没有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小可怎么这样不学无术？竟然满屋子蛐蛐蚂蚱、画本子，这以后还怎么继承爵位嘛？你竟敢把我的常胜将军摔在地上！我不仅要摔了这蛐蛐，你屋子里所有的玩乐之物，我都要给你扔出去。夫君，我们已经成婚了，你放心，以后呢，我会陪着你读书习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变得文韬武略。你想都不要想！你，小好，你给我回来！小姐，要不咱们还是把姑爷找回来吧。这新婚之夜，新郎跑出去了，要是传出去，您肯定颜面扫地了。放心，今天晚上可没人管二房的事。待会儿会有个女人会挺着肚子撞死在侯府门口，这才是天大的丑闻。侯爷，救救我吧，侯爷！我要见侯爷，求侯爷给我一条生路送我进府吧。对，别打什么呢？你在这闹什么闹？赶紧走！侯爷，住手！这位姑娘怀的可是侯府的长孙，你若伤了她，当心侯爷扒了你的皮。姑娘，你先随我进府吧。我要见侯爷，今日我若见不到侯爷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，也绝不会不明不白的进侯府。这侯爷平日里看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，没想到私底下可真不是个好东西啊！是啊，这不是禽兽吗？哎，你看看这种人啊！既然姑娘坚持，来人，去问问侯爷愿不愿意见这位姑娘。这妇人怀了恒儿的孩子，如今收了我的钱来侯府大闹。萧燕刚新婚，我就是要让他们夫妻不和睦，离心离德。小姐，今天是您的新婚之夜，按规矩您是要在喜床上等侯爷回来的。若是侯爷突然回来，恐怕会觉得您不守规矩。我娘够守规矩了吧？可结果呢？我爹不还是照样养外室？男人不喜欢你啊？你守不守规矩，其实都一样。小玉，你记住，日子是自己过出来，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，依靠男人只会让你满盘皆输。再说了，侯爷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咱们快些吃，他不会知道的。侯爷回来了。下去吧。是。他怎么会来的这么早？端上。夫人，饿吗？日后便是我的夫人，在我面前，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想吃什么便吃什么，不必躲躲藏藏。他好像跟平日里那个清冷的侯爷不太一样。
夫人莫急，但喝了合金酒，再行夫妻之礼不迟。我没急。好，是为夫妻了。侯爷怎么私下像是变了个人？这是赵家的主。侯爷，请人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侯爷，前2日花3000两打发的那女子，说她怀了您的孩子，要见你。一派胡言！我倒险些忘了这件事。那女子在侯府门口要名分，顾娇娇不肯纳那女子入府，大婚之夜闹了起来，夫妻离心。我也是后来才知晓，那孩子竟然是萧恒的，不是侯爷的。侯爷别生气，先将人接入府中，省得在外面闹得难堪。我知你善解人意，可是那女子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，我也从未与女子有过。当真？我萧炎对天发誓，只要是侯爷说的，我都相信。他竟然真的愿意相信我。侯爷若信我，我定能妥善处理此事，帮侯爷洗清污名。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这是侯爷前2日给我的3000两银票。若不是侯爷许诺要娶我，我又怎会委身于他？如今我还了他的骨肉，都5个月了，他竟然不要我了。对呀，什么成何体统？侯爷今日娶新夫人进门，我看你还是乖乖的拿钱走人吧。侯爷是不会来见你的。林姨娘何时可以做本侯的主了？哎呀，侯爷，张姑娘怀着您的孩子，在门口闹得难看，我只是劝她离开。林姨娘说话要慎重，子嗣一事向来是大事。侯爷为人端方自持，侯府谁人不知？林姨娘问都不问一声，就断定这个孩子是侯爷的，当真奇怪。这还能有假？谁会拿这种事情胡说八道？我看侯爷，您还是赶快接张姑娘进府吧。到时候2女共侍一夫，也不失为一桩美事。这桩美事到底是谁的，还不一定呢。张姑娘刚说自己已有身孕5个月，可是侯爷才回京4个月都不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怀了别人的孩子，然后来诬陷侯爷？既然你们不相信我，那我便一头撞死在这儿，以示清白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敢伤我夫人，你用几条命来赔？侯爷如今有了新人，厌弃了我们母子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什么海誓山盟，到最后还是只闻惊人笑，不见旧人哭罢了。原来威名赫赫的镇北侯，竟是这般无情无义的人。没有家世背景的女子，就这样沦为他的玩物，连个名分都不给。既然你说你怀了侯爷的孩子，想必亲热之时，你一定看到了侯爷胸前的胎记。那我问你，胎记是褐色的还是青色的？侯爷每次都是夜里来找我，室内昏暗，只知道侯爷胸前有块胎记，却看不清颜色。看不清颜色，却能看清侯爷的脸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侯爷胸前或许是我记错了。这都能记错，想必孩子的父亲怕是也记错了吧？哎呀，看来好戏已经开演了。新婚之夜，万事挺着肚子找上门。顾舒影，这次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热闹。哎，蓝英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二爷认识。不瞒大嫂，蓝英是南曲院子的名角儿，我甚是喜欢，只是姨娘不让再来往，便断了联系。闭嘴呀！原来林姨娘什么都知道，却还任由这个戏子栽赃侯爷。林姨娘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原来这些混账事儿都是萧二爷做的呀！这林姨娘不安好心呐，包庇自己的儿子，还敢诬陷给侯爷。你是喝了多少酒，竟说出这样的胡话？我看二爷清醒得很，敢做敢当，不知道比林姨娘强了多少。刚才林姨娘一口一个张姑娘，一口一个侯府长子，现下这些美事都是二房的，林姨娘心里一定高兴坏了吧？上一世侯爷分明认下这个孩子，让我在新婚之夜丢这么大的人，我才跟他闹的。为什么现在一切都变了？是不是顾舒影？真是你这么说的？
什么呀？我都没用力。侯爷，天色不早了，该回去喝合卺酒了。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，无论嫁谁，总能将日子过好。更何况萧燕她真的很好，很好。今晚可是新婚之夜。夫人怎知我的胸前没有疤痕？就方才摔倒，侯爷抱我时无意中看到的。还看到什么？我夫人不必紧张，你我本是夫妻，我所有的一切本就是给你看的。侯爷与传闻中很是不同。哪里不同？侯爷应该是端方自持、清冷孤傲的。那是对外，在床榻上，你我是夫妻，自是不同。明早还要进茶，早些休息吧。前世顾娇娇与人通奸的时候说，萧燕从未碰过他，难不成这萧燕真的不行？还是我不够让他心动？夫人莫要多讲。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，刚及笄。她16岁生我时，难产而亡。我听大夫说，女子年岁想产子，极易出意外。我是想与你做长久的夫妻，所以我愿意等你再长大一些。那要不我先给侯爷纳个妾？大婚之夜你要给我纳妾，以后要是再敢乱睡的话，我再试试你。萧燕她真的很好很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快醒醒！小姐，小鱼，你干什么？还没到敬茶的时候呢。不是，小姐，谢夫人的嫁妆被抬到二小姐那儿了。什么？昨天送嫁时我就觉得不对，今日一早我特地到二爷院门口看了一眼，绝对错不了，那就是谢夫人的嫁妆。小姐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不着急，我有办法让他亲自把嫁妆还回来。昨晚他说再等2年，这哪是苦了他，分明是苦了我呀！醒了。过来。抱我。啊。小姐，我们该去敬茶了。
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早上寒气重，侯爷还是多穿些衣服吧。看样子，他很喜欢。常年征战沙场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大嫂，姐姐今日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侯爷不陪着姐姐敬茶吗？侯爷一会儿就来，倒是妹妹看起来气色不太好。怎么？是因为昨晚院子太热闹了，没休息好吗？顾疏影，你得意什么？侯爷根本就不行，你不过是个看着风光的活寡妇。你竟然敢打我！在我面前编排侯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编排本侯什么？说来听听。顾娇娇编排侯爷传闻之事，说侯爷你不能人道。我身为顾家女，理应管教毫无家教的妹妹；身为侯府主母，教训口无遮拦的弟妹。顾娇娇，你有什么不服？顾疏影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敢打我，当心我告诉爹娘去！这里是侯府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若是不服从主母管家，大可以一纸休书，休回顾家。好懂事，大哥大嫂，去别跟他计较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别让祖母等急了。你再惹是生非，我就听大哥的话，将你休回顾家。同样是姐妹，你怎么不学大嫂端庄贤良？我学她端庄贤良？你哪个眼睛看到她端庄了？哎，你孙媳顾疏影给祖母请安。好，好。祖母请喝茶。好孩子，快起来吧。孙媳妇儿，来，这是祖母给你的见面礼，快看看喜不喜欢？祖母，这太贵重了。只要你喜欢就好，祖母那儿多的是。一会儿啊，你自己去挑。谢谢祖母。淑影嫁给侯爷，我老夫人宠爱有加。顾娇娇可是给我们二房带来了价值千万的陪嫁啊！还有一个给你。带着玩吧。老夫人，这枚戒指可是侯府当家主母掌家的信物，夫人才刚成婚，还什么都不懂呢，这样会不会给她太大压力了？一个小玩意儿罢了。淑影是我们侯府的侯夫人，拿着掌家的信物有何不可啊？可是她……娘，我要休了你汉妇！萧好，你还有脸说要休了我？嘿，你天天的成何体统！今日是你们敬茶的日子，来的这么晚不说，一进来就吵吵嚷嚷的，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祖母放在眼里？祖母息怒。老夫人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娇娇年纪尚小，性格直爽，妾身回去会好好教导她的。还不快给祖母敬茶！
母，喝茶。嬷嬷，娇娇，还不快谢谢祖母！谢祖母。等等，你还没有给你大嫂敬茶呢。我给她敬茶？当然，她是恒儿的大嫂，更是侯府的女主人。不给你敬茶，那就是不认萧家儿媳妇的身份。行啊，我敬。顾舒颖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二夫人给长嫂敬茶，虽不需要跪拜，可也是要屈膝弯腰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大嫂，请喝茶的。”看我干什么？快敬茶呀！大嫂，请喝茶。干什么？顾舒颖，你装什么呀？你把茶泼自己身上干嘛？顾娇娇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你不愿意敬茶，你还烫大嫂。顾娇娇，这一招是前世敬茶时你这么用，如今用到你的身上，你可还满意？顾娇娇，我亲眼所见，你把茶盏泼到你大嫂的手上，你竟敢还倒打一耙！你若不想做侯府的二夫人，现在老身就可以给你一纸休书，送你回去。我真的没有。老夫人，您息怒，娇娇不是故意的。娇娇，你快给大嫂道个歉。又不是我干的，我给她道歉干嘛？祖母，想必是茶盏太滑了，娇娇一时手滑没有拿稳。我这皮糙肉厚的，烫一下不打紧，您就别怪罪娇娇了。哎呦，孙媳妇，祖母知道你是个善良大度的好孩子，可是你这性子不是容易欺负的。夫人，有我在，你不必如此委屈的。娇娇是我妹妹，我自然是要多包容她。好啦，多大点事，咱们姐妹一同嫁入侯府，连嫁妆都是一起抬进来的，当然要相互照应啊。哦，对了，说起嫁妆，你把我的嫁妆放哪儿了？我一会儿让小玉过去清点。你哪来的什么嫁妆？那都是我的嫁妆。是啊，那些嫁妆都是娇娇的呀。林姨娘有所不知，我生母的陪嫁便是我的嫁妆。下人办事不仔细，把我和娇娇的混在一起，都放在娇娇那儿了。你胡说！那是我爹娘给我准备的嫁妆，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你放心，我只会拿走属于我的东西。爹娘给你的嫁妆，我一分一毫都不会动的。哦，我还纳闷呢，你母亲就是个平民，你就是一个跟母亲嫁过来的妓女，哪来那么多嫁妆？原来都是抢大嫂的呀！你闭嘴！我怎么嫁了这么一个憨货？夫人，凡事都得讲究证据，您不能空口白牙，就将娇娇的嫁妆据为己有啊！我当然有证据，这是我娘的嫁妆清单，咱们到娇娇那儿一对便知。绝对不能让人，我得想个办法搪塞过去。顾舒颖，就算这是你生母准备的嫁妆又怎么样？既然我爹娘送给了我，那就是我的。这个蠢东西！混账！你顾家竟能做出抢占原配嫁妆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！我若早知，绝不允许你这种厚颜无耻之徒踏入我侯府大门。
来人，在，侯爷有何吩咐？按照夫人的嫁妆清单一一对比，务必把夫人所有的嫁妆都拿回来。侯爷放心，保证一件不落。不行，那是我的嫁妆。啊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好孩子，祖母竟然不知你原来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你瞧瞧这手，都烫成这样了。老夫人，夫人的这个手都烫伤了，那个长家的戒指恐怕是戴不了了，不如快收收你的心思，好好回去教教你儿媳妇做人的规矩，别整天惦记着不属于你们的东西。是，妾身知错了。孙儿先带疏影回去上药了。哎，快去吧。我自己来。其实那杯茶是我自己泼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？因为你是我的妻子，夫妻一体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心思深沉的女人？有心机不是什么坏事，至少不用受欺负。那你在生什么气？我气的是你从未想过依靠，也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丈夫。我没有。可你宁愿用伤害自己的方式讨回嫁妆，都不愿意把事情告诉我，是我来替你讨回公道。这些事本来就是内宅事，如果你插手，旁人一定会说欺压树地，抢夺弟媳嫁妆，到时候你和侯府的名声就毁了。他是为了维护我，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虚名。如果我连自己的妻子都护不住，这镇北侯我不足以罢。执手与子偕老。侯爷，夫人的陪嫁都已经送回来了。我去看看。都小心着点啊！放下！你们都给我放下呀！这些都是我的。这箱也是夫人的，搬走。这箱是我娘留给我的。不对啊，二夫人，这清单上写着珍珠点翠头面一包，这就是侯夫人的，带走。你们不许搬！嚯，你拿了大嫂这么多嫁妆，你快让他们住手啊！人家来拿自己的嫁妆，我凭什么让人家住手？我的恒儿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个蠢货？二房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要不是你们萧家只给了那么一点点聘礼，我至于抢过顺生母的嫁妆吗？你还有脸说我们？你打扰一下。这都没东西了。二夫人，你头上的金钗也是侯夫人的嫁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敢这么对我！我是你婆母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我是一个下贱的妾室，竟然敢打我！队长，身为儿媳竟然打婆母，你信不信我休了你？来人，二夫人不敬长辈，带她去祠堂好好反省反省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干什么呀？本来以为娶回来个金娃娃，没成想是个惹祸精。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！娘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去清风楼了。
今天我的常胜将军一定能赢。把这箱给搬上去。好歹也是回门，怎么就这么点东西啊？二夫人，林姨娘说了，跟您的嫁妆比起来，这些已经多很多了。不过是回个门，怎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些都是给你出场面的，还担心你会觉得不够呢。够了，已经很多了。给一箱我都觉得过了。先前你过的什么日子我不知晓，后夜回门，代表我们对你的重视，这样他们才不敢轻视你。侯爷，你待我真好。又说什么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对你好，该对谁好？顾舒影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一会儿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，你能不能快点啊？侯爷，皇上要见你。公事要紧，你先去忙吧。我很快回来。小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娘，顾舒影现在仗着自己身份高，不仅抢走了我的嫁妆，还处处欺压我。现在侯府连一个小丫鬟都敢给我甩脸子了。顾舒影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敢这样对你！娘，你要给我出头，好好教训一下顾舒影。娘也想啊，可是她现在是侯夫人。怕什么？侯爷现在在陪安平公主呢，根本就赶不回来。夫人，二小姐、大小姐回来了。侯爷来了吗？没有。走吧，我们好好迎接一下侯夫人。来者不善。小月，母亲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出嫁前，母亲没有教好你规矩，今日特地给你补上，给我跪下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老爷，都怪我，平日里没有教好大小姐。大小姐到了府里，竟当着所有人的面抢夺娇娇的嫁妆，这让侯府如何看待咱们顾家呀？你个混账东西！我生母的陪嫁本就是我的，何来抢夺之说？你生母嫁进了顾家，生是顾家的人，死是顾家的鬼，那嫁妆自然是顾家的，我想给谁给谁，轮不到你来指挥。女子陪嫁本就是留给子女的，怎么也轮不到给一个续弦带来的妓女。更何况本朝历律明文规定，女子所有嫁妆只能归个人所有，子女继承，旁人无权占有。老爷，你看，果然是攀上了高枝，说话都硬气了不少呢。爹，姐姐她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。来人，给我上家法！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！哎，老爷，她到底是侯夫人，不能带着伤回侯府，咱们不好交代。哼，不如我们换一种方式。也好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趁我大哥不在欺负我大嫂是吧？这是我们的家事。你别多管闲事。姐姐虽然嫁了人，但还是爹爹的女儿，父亲管教女儿天经地义。请侯爷在此等候。燕哥哥，
公主为何会在此处？燕哥哥，是我约的你啊，我当然在这儿啊。臣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今日到底有何要事？不就是要回去陪你妻子回门吗？不许去！公主，你这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之前当众拒婚，让我颜面尽失，如今我自然不会让你过得舒坦。今天你哪儿都别想去！侯爷不好了，夫人出事了！不许去！拦住他！假传圣旨，私扣朝臣。今日之事，臣会如实向圣上禀报。公主，你好自为之。顾大人，你敢动我大嫂，待会儿我大哥回来，定不饶过你。侯爷现在跟公主在一起呢，哪里还顾得上他呀？动手！老爷不要啊！顾舒扬，你不是很得意吗？哼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你怎么还不来啊？住手！夫人，我来晚了。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大嫂都快让他们欺负死了。你看这么长的阵。你不是说他不会来的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前世他明明被公主伴着，根本没有回门啊！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回来了。侯爷，这都是误会呀。顾疏影是我的妻子，是侯府的夫人，你们竟然敢当众动用私刑，是没把镇北侯府放在眼里啊！不，我们只是吓唬吓唬他。那本侯是不是也可以吓唬吓唬你啊？侯爷，她到底是我们顾府的女儿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别为了这点小事伤了情分。对，说得对。情分？你趁我不在，如此欺辱我的夫人，将我侯府的脸面踩在地上，哪来的什么情分？舒扬，你倒说句话呀！半分好处。父亲想让女儿说什么？侯爷说是自己做错了事，甘愿受罚的，把这件事圆过去。我自由生母早逝，被他们母女欺辱的时候，父亲从来不闻不问，也不会给我撑腰。如今有人给我撑腰了，我为什么要继续受你们的欺辱？尸骨还在古间，清楚。我母亲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，早都已经脱离顾家这个阿杂之地，转世投胎了。你这个逆女！便是父亲不说，我早想将我母亲的坟迁走了。什么？侯爷，今日之事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向妹妹讨要我亲生母亲的陪嫁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又是因为这件事情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伙同季氏贪图原配嫁妆，不如我明日上让这朝中文武百官看看，这天下有几个人像你这样厚颜无耻？别，侯爷，这事儿是我处理的不够妥当。这，娘，个贱人，挪用了疏影的嫁妆，还在我面前胡说八道，差点冤枉了疏影。既然是顾夫人的错，那就用顾家的家法惩戒吧。全听侯爷。老爷，顾大人，请。老爷，不要！
顾大人这是没吃饭吗？看来顾府真的已经穷得吃不起饭了。来，侯爷，巡抚一职。放心，一口不回。这。我来给你上药。你不愿意？这是我第2次为你上药了。他们一直这样对你吗？有了后娘，就有了后爹，我都习惯了。今天应该连顾老爷一起到了才是。侯爷，谢谢你赶来救我。自从我娘去世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这般维护过我了。寒食不饮，勿相忘。半盏红烛照亮来时的路途，余生细数，愿与情从此共度。归于何处？若未见你，我自甘落幕。举情安固，此生不负。我相信你。娘，你怎么样了？都怪那个小贱人！娘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侯府的人全都被顾淑云蛊惑了，我现在手里一点钱都没有了，我以后可怎么办呢？你快回去，千万别再和萧恒闹了。回去后，要握住夫君的心，赶紧跟他圆房。等到萧恒成绝，你的好日子就来了。我知道，快回去吧。夫君，夫君，你干嘛？这么晚了，夫妻俩能干嘛呀？哎，你别过来啊！我怕你身上有针。夫君，以前我太不懂事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以后呀，我们夫妻俩好好过日子。我今晚去兰英那儿睡，我以后都去那儿睡，你别等我了。萧何，你回来！哎呀！给祖母请安。坐吧。太后娘娘的生辰宴快到了，寿礼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年打算让孙媳妇儿替我去献礼。啊，老夫人，皇宫里面规矩繁琐，贵人众多，侯夫人什么宫廷规矩都不会，若是冲撞了贵人，哎呦，只怕是……怕什么？我已经跟皇后娘娘借了嬷嬷，专门教导孙媳妇儿规矩。祖母，我也想去皇宫，我也能学规矩。
你先把府里的规矩学明白了再说吧。孙媳妇儿，来，我先给你说说皇宫里的情况。是。不就是去皇宫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懂什么？老夫人和太后是闺阁里的手帕交。今年老夫人让顾疏影去献礼，明摆着是让太后娘娘认认人，日后好关照顾疏影。可是，说是顾疏影在太后面前得了脸，那她以后在侯府的地位不就更高了吗？不止，恐怕老夫人有意让顾疏影掌权。那怎么行？哎，要是顾疏影把寿礼弄丢了，那顾疏影不仅会丢了老夫人的宠爱，还有可能会得罪太后。回来了。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我们要进宫赴宴。小姐，小姐不好了，给太后的贺礼南海东珠不见了。我昨夜才把南海东珠拿过来，怎么今早就不见了？还有2个时辰，太后的寿宴就要开始了，到时候拿不出寿礼，可是有这道不敬之罪的。侯爷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这南海东珠乃无价之宝，世界上仅有这么一颗。这么短的时间，夫人怎么可能找得回来啊？备马，去靖王府。啊？难不成东珠在靖王府啊？参见王爷。难得见你小子这么火急火燎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到宫宴上说？你这是做什么？贿赂我呀？王爷，臣想向您讨要深海珠串。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深海珠串的？这珠串是我外孙千辛万苦给我找来的，你换个别的要，珠串不行。臣父初入侯府，被奸人设计，弄丢了太后的寿礼南海东珠。这世上唯有深海珠串和南海东珠的价值相当，求王爷割爱。哦，原来你是为了给你媳妇儿解围才来求我的，那也不行，我带你去顾房找别的李松。你这不是无赖吗？我今天要是不送你珠串，你是不是就不打算让我从这个门走出去？臣不敢。这样，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就把这珠串送给你。臣一定知无不言。你那媳妇儿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是。那你这辈子是不是非她不可了？是。你们准备生几个小孩啊？王爷，算了，不问了。你这小子真是越大越没意思。王爷，那珠串，去把我那珠串拿来。是。王爷恕罪，臣赶时间。这臭小子！哎呀，老伙计，你孙儿也算是有家人美眷相伴了。哎，夫人，您是不是要准备进宫了？就等侯爷回来了。妾身听闻，这次给太后娘娘的贺礼是南海东珠。夫人，妾身只在画本子上看到过，
您能不能让妾身也开开眼啊？可是东珠乃无价之宝，在这儿打开，我担心会有磕碰。姐姐，我们只是看看，难不成这东珠还能被看坏了不成？该不会是这珠子出了什么问题？你才不让我们看呢！别胡说，这个东珠要是出了问题，那可是对太后娘娘的大不敬，到时候咱们整个侯府都会被牵连的。你们在这门口又嚷嚷什么？老夫人，妾身只是想看一眼东珠，夫人却百般阻挠。妾身就是担心，这东珠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了？林姨娘多虑了，东珠没有任何问题。姐姐，你肯定是把东珠弄丢了，所以才不让我们看的。小娇，你住手！哎呀，你就让我看看吧。这个东珠是假的。娇娇，你竟敢摔了东珠！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这珠子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保皇夫人，东珠不在这儿，那应该在哪儿？娇娇，你为什么要摔了东珠？这可是会祸连全家的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这珠子一定是假的。东珠从未离开过我的视线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传闻南海东珠坚固无比，水火不惧。倘若这颗珠子是真的，怎的摔了一下就坏了呢？一定是你弄丢了东珠，所以才找了假的，以假乱真。你们说的对，这东珠确实是假的。好啊，顾淑仪，你这就是对太后的大不敬。哎呦，祖母，你快做主，把它给休了吧，省得以后牵连我们顾家。我只说这颗东珠是假的，又没说真的东珠遗失。夫人，您就别故弄玄虚了。倘若东珠真的没事，您就把真的东珠拿出来，好让老夫人安心啊。孙媳妇儿，把南海东珠拿出来吧。南海东珠在我这里。果真是南海东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，昨夜东珠刚到我手里就被盗了，一定是熟人作案，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假的东珠。贼人看到假的东珠，一定会回去检查真的东珠。东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保皇夫人，东珠还在。果然是你们偷了东珠，快把东珠还回来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真是聪慧的孩子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祖母，不是的，不是我。二小姐，娇娇，你怎么管教下人的？偷东西都偷到夫人那里去了，来人，还不赶快把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贩卖出去！二小姐，我是为你做事的呀！二小姐，你救救我！二小姐，你少拍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夫人，都怪我治家不严，这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让丫鬟犯下大错。既然
你不会管家，以后就不用管家了，以后就交给孙媳妇儿来管家。来，把管家钥匙交出来。老夫人，我是老了，可我还没有眼盲心瞎。孙媳妇儿，以后你就是侯府当之无愧的当家主母了。孙媳定不负祖母信任。侯爷刚才急匆匆的去哪儿了？侯爷是去去茅厕了。哎呀，肚子疼，小月，你帮我拿一会儿。这是什么？这可是侯爷快马加鞭赶到晋王府，苦苦哀求晋王大半天才求来的，和南海东珠同等珍贵的深海珠串。小月，你可一定要拿好啊！话多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去茅厕。侯爷这是非我求的吗？我没有想到夫人竟如此机敏，能自己解决问题。看来是我多此一举了。侯爷，我很开心，这个珠串我会好好珍藏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收拾收拾，准备进宫吧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个珠子都看不住，还让人抓了个正着。谁知道顾疏影的心机怎么那么深沉？还有那个侯爷，怎么就那么护着他呢？明明上辈子萧燕对我不假辞色，爱答不理，怎么换了顾疏影就不一样了？既然他们夫妻俩现在是铁板块，那我就想办法敲开个口子。只要侯爷后府不宁，我就有机会夺回郑家去。去给我拿笔墨来，我要写信。天天就会使唤我。夫人想吃什么，说一声就行。你这就不懂了吧？这是夫人要亲手做给侯爷吃的爱心餐。哦，夫人和侯爷感情可真好啊。小玉，小玉，要不还是你去送吧。小姐，这可是您为了感谢侯爷特地做的饭菜，当然要亲自送才更有诚意啊。我不行了。妻子给丈夫送饭嘛，很平常的。怎么睡着了还要皱着眉啊？侯爷，今年军饷的预算出来了。啊，夫人也在啊。
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那我走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只是嘴皮子碰了一下，多大点事儿？我们是夫妻嘛，很正常。一大早就叫我来请安，这都日上3竿了，还不起啊？给姨娘请安。站住！让你走了吗？过来伺候我吃饭吧。林姨娘，林姨娘，表小姐来了。等了好几日，她可终于来了。走，接她去。哎呀，表小姐，老夫人最近时常惦记您的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听说表哥娶亲了？是啊，侯爷和夫人感情如胶似漆，让人羡慕的很呐。是吗？说起来也是遗憾，本来老夫人有意将您许配给侯爷的，谁成想被那个顾家人中途横插一刀。不过是儿时的一句戏言。这个夫人也是个有福气的，本来在老家就是个不受宠的，成了侯夫人后回家可威风了。当初嫁过来的若是表小姐，这些风光可就是表小姐的了。事已至此，我还能如何？难不成给表哥做妾吗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哪个男人不是3妻4妾？只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做妾也好过回老家嫁给一个老男人吧。表哥，表哥这是买了什么？好香啊！天香楼的烧鸭，夫人爱吃。表哥，表小姐，你看侯爷很会疼人。我若是表哥的妻子，表哥一定更疼我。烧鸭，侯爷今日怎么想起去天香楼了？凑巧下场路过，横跨半个京城的路过，排队1个时辰的凑巧。就你话多，实在闲得没事，就去张榜屋。表哥，对不起，弄湿你的衣服了。不碍事。表哥，你人真好，要是月儿也有能像您温柔体贴的夫婿就好了。那你很难找到。啊，表哥，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啊，这个是我刚买的茉莉花露，表哥要是喜欢，可以。去账房借银子，再买1个吧。可以凑近闻闻。好香啊！我是说花儿。这花儿好香，这花哪有侯爷香啊？你是说这香露吧？原来是香露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以为我在外面到处蹭的。夫人，你
醋了？没有。侯爷怎么想起买花露了？我在门口碰到了张家表妹，她说话支支吾吾的，不过手里拿的这香露倒是挺香，我想这味道你一定会喜欢，就把它要过来了。真是媚眼抛给瞎子看了。哦，是吗？没事儿，夸你好看。对了，过几日全家要去万象山礼佛，你准备下。这几日表哥一回府就去找他，根本就没有机会和表哥接触。烈女怕缠郎，表小姐可不能灰心，只要找准时机，多制造些和侯爷独处的机会，还怕侯爷不被表小姐吸引吗？是啊，表小姐生的花容月貌，哪个男人会不喜欢？顾疏影她不过是擅长伪装，只要找准时机，拆穿她的假面，侯爷就再也不会喜欢她了。万象山多的是湖水，时机这不就来了？老夫人，后院有一处禅房，环境清幽，我扶您过去。好。外祖母，这万象山风景秀丽，灵气聚会，玉儿想在这好好逛逛。夫人应当也是第一次来吧？不妨我们一起。好好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一块去玩吧。是。我安置好祖母就来找你，别跑太远。好。表哥，你就放心吧。祖母。小姐，府中上下谁不知道表小姐喜欢侯爷？今日他突然对您这么热情，必然有鬼。顾小姐，二小姐这是干嘛？小月，你看这条鱼，它是蓝色的，怎么可能？真的。张小姐，你应当喊我一声表嫂或者侯夫人。哼，你根本配不上我表哥。要不是因为那一纸婚约，你怎么可能嫁进侯府？我配不上侯爷，那谁配得上？表小姐你吗？表小姐家都已经没落到要卖女儿维持生活了。顾疏影，希望你一会儿也能这样得意。夫人，我没有喜欢表哥，我没有想要破坏你们，你相信我。你做什么？小姐，夫人，夫人，表哥。哎呀，夫人，夫人把表小姐推下水了，快去看看。老夫人，您先别心急，侯爷已经下去救表小姐了，只是表小姐尚未出阁。哎呀，这在水里又搂又抱的，这成何体统？老夫人，明日你还是让侯爷纳了表小姐吧，要不表小姐可怎么活呀？走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把表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林姨娘，夫人，你没事吗？没事。快把孙媳妇儿抱回禅房，请主持来看看。表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孙媳妇儿怎么会掉进水里？林雪印，你来说。老夫人，我也不清楚啊。隔这老远，
你就说孙媳妇把韩愈推下水了，你不清楚，我看你是清楚的很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老夫人，当时隔得太远了，是我眼花了。韩愈，你来说。外祖母，是表小姐没有站稳，姐姐她是为了救表小姐才落水的。真的？对，是真的。多亏了表嫂救我。老夫人，您看，这都是误会。哼，韩愈，外祖母，侯府近日事多，你收拾收拾，这几日就回老家吧。外祖母，都怪你出的馊主意。哎，谁知道你们两个那么蠢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你要是成功被顾疏影推下水，侯爷下去把你救上来，坏了你的名节，他就不得不娶你。现在倒好，落水的成了顾疏影，你就等着被赶出侯府吧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现在连外祖母都厌弃我了。别慌，你还有机会。只要侯爷愿意娶你，其他人的意见都不重要。你是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笼络住侯爷的心？对，我还有机会。燕儿，好好照顾孙媳妇儿，天冷可别落下病根。孙儿明白。小姐，这屋里只有一床被子，我出去再给你找床被子。侯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侯爷，这里是佛门重地，咱们这样不太好吧？想什么呢？你身子都湿透了，被子也湿了大半，再这样下去会生病的。我体温高，给你暖暖。侯爷，别闹！别动，让我好好抱抱你。今天都快笑死我了。还不是你惹的烂桃花！天地良心，我可都没看他们一眼。小姐，被子，你应该也不需要了。表哥，今晚天香楼有表演。我晚上有事。我就给表哥送个糕点，你让我进去。表小姐，侯爷交代了，任何人不得擅入书房。既然表哥在忙，那我就不打扰表哥了。你帮我把这个送给表哥吧。侯爷，这是表小姐送来的糕点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侯爷，表小姐刚才和夫人碰上了。夫人可有说什么？或者有没有不高兴？没有，夫人什么都没说。夫人，你是相信我还是你根本就不在意？小姐，这几日那个表小姐对侯爷围追堵截，明显是别有用心啊。小姐，下人们都在传侯爷有意纳表小姐为妾，万一是真的，那你怎么办？
倘若侯爷真的动了心思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小姐，你真的不会难过吗？表哥，表哥，你为什么躲着我？是不是那个顾疏影对你说什么了？表哥，你以前明明和我亲密无间的。张姑娘慎言，我们儿时并未见过亲密，何来亲密无间？表哥，你怎可这样说？难道我的一片痴心，表哥当真看不见吗？我已有夫人，旁人的痴心我无福消受。张姑娘，请自重。表哥，表哥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刚刚只是崴到脚，表哥扶了我一下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侯爷不必多言。倘若侯爷与表小姐郎情妾意，那我明日便可准备纳表小姐进门。夫人，你可真是道德。我身为当家主母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夫人张口就是提纳妾之事，可曾考虑过我的感受？算了，我还有公务要忙，今日便睡书房。还以为他们感情多好呢。裂痕已经产生了，接下来就再给他们加把火，把这个口子再撕大一点。只要生米煮成熟饭了，老夫人那边一定会给您做主的。到时候这些富贵荣华就是你的了。小月，你说侯爷为什么生气？他们搂搂抱抱，还不准我说话了。我的傻小姐，侯爷生气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？你把他往别的女人身边推，他能高兴吗？可是张含韵不是别的丫鬟侍妾，能随意撵出去。她是府里正经的表小姐，轻不得，重不得，只能把决定权交给侯爷。小姐，你就只扪心自问，你真的接受侯爷像对你一样对待别的女人吗？别怕，有我在。相信我，不会再有第三次了，我发誓。我相信你。侯爷，他是我的人。这都亥时了，他怎么还不来找我？难不成他心里真的没有我吗？进。表哥，怎么是你？这么晚了，表哥还在处理公务，我特地来给表哥送些补汤。我不需要，你拿回去吧。我知道表哥对我无意，可我只想让表哥尝尝我的手艺。只要表哥圆了我的心愿，明日我就离开侯府。你在这汤里下的什么药？表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药啊？无妨，找个大夫一看便知。
或许你就能记下来。松手！表哥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？滚出去！表哥，你收了我吧，不然等我回去，我爹就会把我嫁给一个50多岁的官夫。我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松开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他们会误会我们。夫人，你别误会，就算他给我下药，我也绝不会背叛你的。不是的，是表哥意图欺辱我。夫人，表哥，救我！来人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就一会儿没在，表小姐怎么进来了？把她给我绑起来！顾淑云，你敢！侯爷，侯爷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是去找大夫吧。夫人，我没事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永远都不会背叛你。你相信我，别再把我推出去了。你不想要？想，夫人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说给你拿钱。我现在一想到你像亲我一样亲别的女人，我就满心酸涩。我不想等了，我想马上成为你的妻子，真正的妻子。你的药还没解吗？再来一次就解开了。你说真的？那表小姐当真一夜未归？真的，一定是和侯爷成就好事了。我倒要看看顾疏影知道后会是什么表情。咱们去找老夫人，为表小姐做主去。你们说的可是真的？韩愈真的和阿叶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亲眼所见。昨天表小姐给侯爷送汤，一宿未归呢。这孤男寡女的，把是生米都煮成米糊了。娇娇，事关表小姐的清白，你可一定不能瞎说呀。我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吗？表小姐一定已经成为侯爷的人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如果一会儿事实不如你们所言，我绝不会轻饶你们。祖母放心，要是表小姐不在里面，我任凭祖母处置。侯爷，你开门啊，侯爷！老夫人，您看，侯爷果然在这儿，表小姐也一定在里面。祖母，你看，把手放下来。孙媳妇儿哪里不好？祖母，怎么会是你？孙媳妇儿，表小姐呢？在那儿呢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表小姐，表小姐，你醒醒！表小姐，你醒了。昨天侯爷是不是欺负了你？哎呀，走。表小姐，你放心说，老夫人会为你做主的。祖母，表小姐和侯爷昨夜一定已经……还不快闭嘴！你们两个，一个亲眼所见，一个信誓旦旦，倒是消息灵通的很呐。来人，把表小姐送回祁阳老家。外祖母，你不要送我回去，外祖母。林姨娘，你帮帮我，给侯爷下的药是你给我的呀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胡说什么？老夫人，真当我老糊涂了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小伎俩？
老夫人，我错了，老夫人。自从我孙媳妇进府，你几次三番的挑事儿，现在更是大胆妄为的敢对侯爷下药了。不是，我只是可怜表小姐，我想帮帮她而已。既然你和韩愈感情这么好，那你就和他一起回老家吧。带走。外祖母，老夫人，我错了，外祖母，老夫人，外祖母，老夫人。小玉，快来，给我按按腰。来了，可以吗？对，就是这儿。小玉，你今天的手劲儿挺大呀。那夫人，哎呦，哦，侯爷怎么来了？我是让夫人腰酸背痛的罪魁祸首，当然由我来负责善后了。我现在竟然连口好茶都喝不上了，不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娘，你可要帮帮我呀！顾舒养实在是太阴险了，他不仅发卖了春来，克扣了我的月俸，就连我那下贱婆母也被他赶回老家了。他竟敢如此对你，娇娇，你听娘的，马上和萧恒和离，娘再给你找一户好人家。娘，不行啊！要不了多久，萧燕就要到西北平叛了，到时候她会被毒箭射中，死在战场上。那时，侯府就由萧恒继承了，我这日子马上就要熬到头了。那萧恒当真有承袭侯府的能力？我看他文不成武不就的。娘，真的，上辈子就是这样的。萧燕一死，萧恒立刻就变了个人，到时候我就能把顾世英踩在脚下，看谁还能帮他。既是如此，娇娇，你只需要拿捏好萧恒的心就可以了。那顾疏影活不长久，你不必理会。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早就买通了侯府的人，每日在顾疏影的饭菜里下慢性药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一病不起，暴毙而亡。原来如此，那个老不死的祖母也挺适合这个毒药的。等他们都死了，侯府就是我说的算了。做得利索些。娘让我拿捏萧恒的心，可是我连萧恒的面都见不到，怎么拿捏嘛？糖炒栗子在成都买，在怀里还热着。刚炒出来的栗子那么烫，以后别再这样了。我是男人，婆婆的。傻瓜！上一世，萧燕对我不假辞色，连一个好脸色都没有。现在她居然对顾疏影这么温柔，姐姐真是好手段，捅得侯爷百依百顺。只是在这大街上，还是要矜持一点好，可千万别让别人觉得是哪个勾栏院的出来拉客了。妹妹怎么这么清楚勾栏院的做派？莫不是学过？你想来应该不是。二叔根本不去妹妹的院子，学了也没用啊。顾疏影，你敢嘲笑我？若是学不好规矩，就滚回你的顾家去。大哥，你看，又出去玩了。夫君，你可回来了。顾小姐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夫君，你都好久没回我们院子了，今晚你回来睡觉吧。我认床，我在兰姨那儿睡得挺好的。大哥大嫂，我先进去了。萧恒，你。
妹妹大庭广众的，还是矜持点吧。顾疏影，你个将死之人，竟敢这样嘲笑我！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死啊？我要你现在就去死！这个月侯府进项此虽有1万两呢。夫人，二小姐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也想弄一个小厨房，来你这儿参观一下喽。二小姐，小厨房是只有侯爷和老夫人院子里才能有的。一个小厨房而已，大不了小厨房的花销我自己承担。侯夫人，你应该不会这么小气吧？你想看就去看吧。小月，盯着他。是。这个小贱人看得这样浅，我找不到机会下手啊。夫人，外面有个姓秦的郎中要见您。是秦伯伯回来了，快请他进来。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嘛，没意思。他都在里面干什么了？什么也没做。不对劲。小玉，最近先别用小厨房做饭了。是。舒阳，秦伯伯，秦伯伯，这些年你都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老样子，四处行医，居无定所。哎，这不，一听说你成婚了，我就紧赶慢赶的回来了。秦伯伯，这次回来就别走了，你年纪大了，我不放心。我给你养老啊！哎呀，我老头子身体好得很，还用不着你养。秦伯伯，快尝尝你最喜欢吃的杏仁酥。还是疏影贴心。秦伯伯，这杏仁酥有什么问题吗？秦先生，这些糕点都是院子里的小厨房自己做的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不，这些糕点有问题。这些糕点有毒？是慢性毒。疏影啊，看来这侯府里面有人想要你的命啊！来，是梦中睡莲，一种慢性毒药，长期食用可使人身体虚弱，甚至一场风寒都有可能让你毙命。所幸啊，你中毒不深，调养几日就好。小厨房所有东西都是统一采买，我随机领取的，这怎么会？带我去厨房看看。秦伯伯，可是食材出了问题。食材都没有问题，是水出了问题。难道是二小姐？应该不是，糕点是早上做的，她是刚刚才来的。不一定，梦中睡莲毒性微弱，必须得长期使用才有效果。若不是幕后之人心急，这缸水也下了过量的毒，恐怕我的银针也测不出来。夫人，这件事一定和二小姐脱不了关系。此事不要声张。秦伯伯，你得帮帮我。这老不死的，怎么突然要设家宴？兰英，你饿吗？我要不要让下人去给你拿点点心？长辈们都还没来呢。无妨，你肚子里怀的是侯府长孙，祖母和大哥肯定不会介意。一个下贱的戏子，就是不懂规矩。见到正室夫人，屁股还坐得这么稳，是站在椅子上了吗？
顾娇娇，你又发了什么疯啊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他不过是一个妾室，见到我难道不该行礼吗？你们又在吵嚷什么呢？祖母，祖母，今天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饭，都安生点儿，坐吧。好啦，大家吃饭吧。祖母，今天这汤味道和以前不一样，是换新厨子了？没有，今日这饭菜都是你大嫂准备的。大嫂还有这般手艺呢，大哥真是好福气啊！就会装。这些都是厨子在我小厨房做的，我只是负责拿了过来。什么？这些饭菜都是在你小厨房做的？是啊。呸！我不会中毒了吧？娘有没有解药啊？哎呀，你也别吃了。顾娇娇，你发什么疯啊？我是为了你好。下毒的事果然和顾娇娇有关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菜里有毒？姐姐，这些饭菜都是你送来的，你有没有毒，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呢？哼，都胡说什么呢？今日我不想发脾气，都老实点儿，坐下好好吃饭。坐下。在这吃饭，别让祖母生气。吃啊！你要说这是慢性药，吃一次应该不会有事吧？侯爷，我肚子好疼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快去叫大夫！他这么快就毒发了吗？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别吓我。夫人，大夫来了。大夫，我孙媳妇儿这是生什么病？夫人是中毒了，但中毒不深，调养几日便可。秦先生，您看是不是这些饭菜有问题？没错，这些饭菜里面都含有梦中睡莲，药量如此均匀，必定是做饭的水出了问题。今日的饭菜都是夫人的小厨房准备的呀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，夫人自己下的，自己毒自己吗？侯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不过我们大家今天都吃的是一样的饭菜，可为何偏偏只有夫人中了毒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！是啊，该不会是秦大夫你学艺不精，看不好姐姐的病，胡诌的吧？你二小姐，秦大夫可是大名鼎鼎的圣手神医，这普天之下找不到比秦大夫医术更高明的人了。竟然是秦神医！侯夫人早就中了慢性毒梦中睡莲，此毒只会让人身体日渐衰弱，且必须长期使用，难以察觉。夫人今日是因为吃了过量的毒药，这才毒发显现出来。倒是因为我今天上午加大了药量，怎么办？我不会被发现吧？竟然真的有人蓄意加害侯府主母！来人，把侯府所有的人一一彻查，还有接触过小厨房的下人都给我带上来。是，老夫人。二夫人，这毒是慢性毒，咱们只治了一点，不打紧。再说了，你刚刚不是已经都把饭菜吐了出来吗？是啊，顾娇娇，你刚才在吃饭的时候就不对劲儿，这毒不会是你下的吧？不是我。顾娇娇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
祖母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来人，彻查二夫人的房间，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是。不行，侯爷，你凭什么派人查我的房间？就凭我是这镇北侯府的侯爷。老夫人，下毒的人找到了。老夫人，我们在门房阿四的房里找到了50两银子，还有这个。没错，这就是梦中睡莲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小的没有下毒。祖母，这人胆敢毒害侯府主母，必须杖毙，以儆效尤。二夫人，你这是要过河拆桥啊！你在说什么呢？我都不认识你。你是不认识我，可你母亲认识我。这毒药就是你母亲给我的。什么？顾夫人再怎么说也是夫人的继母啊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二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都说了是我娘找的他，你问我干什么？你去找我娘啊！啊，原来真的是顾夫人。是。向京兆府报案，我亲自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你按的最舒服啊。那我给夫君按一辈子肩。夫人不好了，什么事啊？常嬷嬷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做事怎么还如此毛躁？镇北侯带着一队人马堵到门口了。什么？他来做什么？不会是江江出什么事了吧？夫人，你应该好好休息的。我没事，我和顾家的事该有个了断了。侯爷，您怎么这么晚来呀？女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京兆府接到侯爷报案，你们顾家意图毒害镇北侯府，这可是牵连满门的大罪。跟我走一趟吧。这不可能啊！我女儿是镇北侯侯府夫人，我怎么会毒害镇北侯府呢？叔爷，我知道你一直不认我这个继母，可你也不能拿侯夫人的身份如此诬陷我们呀！是啊，门房阿四都已经指认你了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什么？女儿，这一定是个误会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高抬贵手，算了吧。此事已交由京兆府处理，我说的不算。顾疏影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念旧情、斤斤计较的女儿呢？啊！你有把我当成你的女儿吗？他要杀我，你说我是斤斤计较？现在不是没事吗？既然父亲觉得女儿不念亲情，斤斤计较，不如父亲和女儿断亲。你敢？你这是大逆不道！过来，夫人是您的女儿，您竟敢当着我的面如此偏袒凶手！你要知道，谋害朝廷命妇是要满门抄斩的。女儿啊，你看这，别这么绝情，我好歹是你爹呀，你就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啊！断亲，我就让侯爷饶你一命。从今以后，我顾疏影和顾家再无瓜葛。你，来人，把嫌犯带走。是。老爷，你救我呀，老爷！夫人，老爷，夫人，救我啊！
侯爷，今日之事，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腰都快凉了。侯爷，今日事发突然，那些饭菜我用的是外面的水，没有毒的。侯爷，今天我是真的怕了。那些都是假的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到底明不明白？枪林剑雨我都没碰过，刀山火海我也没怕过。但当你吐血躺在我怀里的那一刻，我是真的。你伤一分，我便痛10分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侯爷，我保证，为了你，我也会好好保重自己的。你就会哄我？我真的没事。侯爷若是不信，不如亲自检查检查。你的身体好得很。那本后就亲自检查检查，看夫人的身体到底有多好。夫人，你好像……你离我远些。夫人怎么如此惊雷不起？莫不是余毒未清？我找秦先生再给你看看。我就是因为没休息好，都怪你这几日没让我好好休息。好，怪我，怪我。对了，顾夫人的判决下来了，明日午时斩首。有了。你这贱人来这做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是啊，毕竟你明天就要被问斩了，再不来看就看不到了。我还真小瞧你了，我有今天这个下场，其实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。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毕竟这药也不是我给自己下，你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早知道，直接给你下鹤顶红了。可惜你没机会了。你说，你当初害死我母亲的时候，有想过这一天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当年的事，我做的极为隐蔽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上辈子我无意中遇到我母亲的贴身丫鬟，这丫鬟说，就是你收买了她，在我母亲的茶水中混入了梦中睡莲，让她日渐衰弱，暴毙而亡。原来你和娇娇一样。哼，你少得意，等萧恒承袭爵位，娇娇成了侯夫人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娇娇，你能有现在这种下场，说起来还多亏了他呢。要不是他给我下了过量的药，我还发现不了梦中睡莲。什么？你那个愚蠢的好女儿，可是在事发第一时间就把你推了出来。不可能，娇娇不会这样对我的。不，到了地下，好好给我母亲磕头谢罪吧。
吗？你凑过来些。娘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顾娇娇，你就是丧门星！等我到了下面，看你怎么被顾疏影整死！时辰已到，斩！小姐，顾夫人被斩首了。顾娇娇怕被牵连，不敢替顾夫人收尸，最后失手被一个衙役扔到乱葬岗了。知道了，以后顾家的事不用告诉我了。娘，女儿终于为你报仇了。好疼！我该怎么办呀？春兰被发卖了，我娘也死了，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，以后还有谁能帮我呀？子时已到，关门关窗，防火防盗。都此时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要不那死老太婆明日又该罚我跪祠堂了。大皇子，请放心，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帮你稳住西北之事。你就得交钱！你敢找我要钱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未来镇北侯府的侯夫人。天王老子也不请，还侯夫人呢？2两酒钱都付不起。你先走，别叫人看见。你敢找我要钱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给钱！我杀了你！给钱！杀了你！吵什么呢？这位夫人喝酒不给钱。民女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是不是活腻了？瞎说什么呢？没认错啊，你就是皇上，大约38年登的基。38年，那不就是今年吗？这女人言之凿凿，难不成她真的知道什么？把这个女人带走。是。哼，真是反了天了！顾娇娇竟敢一夜不归，她肯定是去跟人鬼混了。我这就写休书休了她。老夫人，二夫人回来了。哼，回来就回来呗，难不成还让我们去门口接她不成？是大皇子送二夫人回来的。什么？大皇子怎么会和顾娇娇扯上关系？不知道，一会儿小心应对。参见大皇子。侯爷，姐姐，我回来了。大皇子，金吾喝杯茶吧。啊，过了。本皇子此行只是为了送娇娇回家。
不知大皇子和娇娇……昨夜我与娇娇一见如故，当即就认了娇娇做我的义妹。侯夫人不会因此责罚娇娇吧？大皇子说笑了，自然不会。多谢义兄送我回家。你是我的义妹，谁人要是欺负你，谁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大皇子放心。你说我会在大业38年登基？前世大皇子就是在太子死后顺理成章登基为帝的。如今我在侯府孤立无援，说是能搭上大皇子，我就还能翻身。说话。是的，大皇子，我会做预知梦，就是可以梦到未来发生的事情。应当就是这几日，滨州会发生水患，死伤无数。殿下，今早确实传来消息，滨州水坝塌陷了。此消息可有提前泄露的可能？事发突然，奏折还没来得及呈给皇上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大皇子，有我相助，您必将荣登大宝啊！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做我最坚实的后盾，我要成为镇北侯府的侯夫人。相信我，将来镇北侯府也会成为大皇子的助力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都愣着干嘛？进去啊！走吧。休说我写好了。想休了我，做梦吧你！孙嬷嬷，我让你给二少爷找的夫子，找的怎么样了？二夫人，那些夫子一定是给二少爷当夫子，嫌弃二少爷只会吃喝玩乐，一个二个都拿翘不肯来，都是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可不是嘛？幸好我早有准备，等到萧恒风光败绝，我定要那些人好看。夫人，这是甜香楼出的新品餐食，你多吃一点。哎呀，顾娇娇，你到底叫我出来干嘛？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他们怎么也来了？不止，还有大皇子。他们说什么？想听吗？想。跟我来。萧恒，你知不知道我求了大皇子多久，他才愿意给你这个官职啊？又不是我让你求。你若接下西北水车制造的差事，将来必有大把银钱进账。日后你何必再看萧燕还有顾疏影的脸色？哎，我大哥大嫂从未给过我脸色，我根本不必谈补这黑心钱。行了，娇娇，你也别劝了。我看八成是镇北侯不愿意让萧公子成为本皇子的得力干将。我大哥只管军中之事，对我的事从来不干涉，也不会针对任何人。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！大皇子！夫人可听清楚了？有人想尸位素餐，贪墨朝廷银子。哎，大哥大嫂，大哥，顾娇娇想让我跟着大皇子做事，参与西北水车制造，从中调换材料，谋取暴利。
他就这么实诚的回答了。大皇子已经贪没很多税收了，还想让我再从中捞一笔，这让西北老百姓怎么活呀？你没答应？我当然没答应了，这事儿多麻烦，整日提心吊胆不说，到时候出了事儿，肯定我第一个担责，我才不干。算你聪明，想说就说，别磨叽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我娘跟娇娇想让我取代大哥的位置，成为镇北侯。可是大哥，我真的从来没想过镇北侯的位置，这爵位是你枪林剑雨拼杀出来的，凭什么给我呀？我只希望大哥不要因此忌惮我，讨厌我。你是我兄弟，我自然明白你的心思。西北水车贪墨一案事关重大，还有可能会引起暴乱，我会暗中调查，出门以后不得向任何人提起此事。我都听大哥的。西北暴乱，现在已经9月了，暴乱马上就要开始。前世萧燕就是去西北平叛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这是我大哥怎么会？侯爷到西北平叛，可那些叛军都是骨瘦如柴的庄稼汉。侯爷心生不忍，不愿残杀我。可是不曾想到，叛军里面有凶徒的埋伏，这个侯爷不备，暗杀了侯爷。侯爷一世英武，死于宵小之手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是我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带你回去。并无大碍，只是思虑过重，又突然受到惊吓，喝服安神汤便可。丫头，随我去煎药。夫人，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萧燕，西北之事已经无法挽回了，暴乱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说什么？因为我已经重活一世了，就是这几日，西北暴乱的消息马上就会传遍京城，也会主动领命平叛。可是，叛军中混入了匈奴的奸细，敌众我寡，你身受重伤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夫人，你是不是？萧燕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只要你不主动请缨，皇上就会派别人去的。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夫人，你放心，为了你，我也一定会保护好自己。你们都是怎么办事的？西北叛乱的事怎么会传回京城？要是父皇下令严查，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大王子，为今之计，咱们只能封口了。只要那群贱民开不了口，事情就还有转机。陛下，朝廷为西北专门制造水车，只是为了让西北百姓能够丰衣足食。可西北百姓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感恩，不仅不能足数缴纳税收，竟还讨反。依你们所看，此事当如何应对呀？派兵镇压，尽快平息祸乱，让那群刁民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。众爱卿，
谁愿意前往啊？只要你不主动请缨，皇上就会派别人去的。我不能再失去你。我也一定会保护好自己。启禀父皇，儿臣愿领兵前往。小叶，你是不是要去评判了？知我者，莫过于夫人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你还是会去。你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可是你去了会死的。那我也要去。我身为大业镇北侯，高官厚禄皆是百姓供养，为民杀敌，便是我职责所在。西北百姓的苦楚需要被人看到。若是大皇子去了，定会将他们屠戮殆尽。只有我去了，他们才能有一线生机。什么时候去？明日一早。这么快？这些是我这些年的积攒，已经过到你的名下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还有这个，若是我不幸身亡，不必为我守寡，找个好人家再嫁了。你真的舍得？你真的舍得我嫁给别人？舍得我为别的男人生儿育女吗？我舍不得，可是我更怕你无人照顾，被人欺负。我不需要别人照顾，我只要你。我知道你的志向，可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也一定要保重自己。夫人，我不会改嫁的。若是你真的战死，我就为你守一辈子；若是有了孩子，我就让他继承你的遗志，守护大业的百姓。准备出发。等一下，怎么不叫醒我啊？我怕叫醒你，我就舍不得走了。我不是来拦你的，这个给你拿好，记住答应我的话。好。出发。
萧炎，这辈子我一定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我等你回来。夫人，等我回来。小姐，侯爷已经失联好几日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情来这吃饭啊？这里鱼龙混杂，消息灵通，兴许能听到西北那边的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这些日子，大皇子到滨州处理水患，还到海州去赈灾，深受皇上器重。这些事都是前世太子殿下做的，看来顾娇娇已经彻底加入大皇子阵营了。启禀大皇子，西北那边传来消息，镇北侯已经平息了叛乱。可是把那群刁民都杀了？没有，镇北侯劝降了。萧燕，要是西北贪墨的事被抖落出来，我这些年筹划来的好名声可就都毁了。大皇子根本就不必担心，那群刁民向萧燕告状，因为萧燕根本就回不来。岂有此理！西北水车制造经费被层层剥削，造出来的水车根本不能用，官员谎报收成加重赋税，还有匈奴奸细煽风点火，老百姓早会不烦。侯爷息怒，所幸我们人手带的充足，提前找出了混入叛军里面的匈奴奸细，不然此次平叛，西北的死伤会更惨重。哎，侯爷，您是怎么知道叛军里面有匈奴奸细的？我夫人告诉我的。是，知道侯爷你想夫人了。咱们这边也忙得差不多了，估计再有半个月，您就可以回去和夫人团聚了。你胆子越发大了，连我都敢调侃。大人，给口吃的吧，孩子都3天没吃饭了。大人，你行好，随便烧点吃的，别让孩子饿死就行了，求您了，大人。给，拿着吧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侯爷，这匕首有剧毒，你活不了了。只要杀了你这个大燕的战神，大燕就是我们匈奴的了。侯爷，别告诉夫人。小姐，你醒醒！小玉，可有侯爷的消息了？不过小姐你放心，没有消息也是一种好消息啊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侯爷可能要出事了。如何？回禀大皇子，匈奴的奸细已经成功刺杀萧燕，匕首上有毒，见血封喉，萧燕她死定了。太好了，大皇子，萧燕一死，西北的事儿就没人知道了。等到您登上皇位，再给匈奴几个城池，此后的太平盛世就是您的了。这多亏了一妹你，聪明机智，算无一策。顾疏影，这次侯府的寡妇要换你来当了，我也是时候回镇北侯府好好肃清一番了。小玉，可有消息？孙媳妇儿，打起精神来。我们武将的亲眷都是这样，
男人在前线拼杀，我们女人在后方一定要稳住阵脚，不能让他们在前线忧心。我算是明白。哟，今天人挺齐的呀。你怎么回来了？祖母，我也是侯府的人，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？大夫人这几日天天跑去大皇子那里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大皇子那才是一家呢。什么时候我的事儿轮得到你一个妾室来说三道四了？别以为怀了萧恒的孩子就能压我一头，这个孩子生不生得出来，还得看我心情。混账东西！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我还没死呢，轮不到你来做主。哼，镇北侯府马上就是我做主。哎呀，祖母，不是我想欺辱妾室，实在是这妾室太不懂规矩了。我身为萧恒的正式妻子，在这站了半天，他呢倒是坐得十分安稳。哼，是兰英的不是。哼，哎呀，小心！不输赢，你又坏我好事。我肚子好疼！啊，有血！快叫大夫，她要生了！顾子娇，若是兰英和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你倒要看看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切！怎么办呀？顾娇娇，你还敢来？祖母，张兰英自己没站稳，你怪我干什么呀？不过是一个贱妾，就算是死了，也只能怪她自己命不好。撕吧，我写了一沓呢，今日我休定你。萧恒，你居然敢休我！你这是宠妾灭妾，大逆不道！我都看到了，你是故意搬弄黑恶，你已经犯了7处。我本以为你只是骄纵任性，没想到你是个蛇蝎心肠的毒妇。拿着休书滚出侯府！我好不容易等到萧燕战死，你马上就可以继承爵位，我马上就能成为侯夫人了。你竟然要在这个时候休了我，我不同意！我说什么？什么战死？消息还没有传到京城，姐姐还不知道吧？镇北侯萧燕在西北被奸细用毒的匕首杀死。不可能！他答应过我，他一定会回来。萧燕一死，萧恒就可以承袭爵位，成为新的镇北侯了。姐姐，你输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你成了寡妇，妹妹也会好好照顾你的，至少让你每天都能吃上我的残羹剩饭。你在说谎！他答应过我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居然敢推我！我放肆！你竟敢对侯夫人！你是哪家的侯夫人？小燕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死，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既然答应过你，就一定会回来。怎么还活着？不是应该被毒死是吗？唉，毒性太强了，除非有圣手神医秦满仓的天心解毒丸，否则大罗神仙也难救回呀。圣手神医秦先生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？
没错，就是他。侯爷有救了！怎么会？为什么变得不一样了？萧炎没死，那萧恒就永远都成不了镇北侯了。恭喜二爷，恭喜老夫人，张姨娘生了个小公子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可是咱们侯府的长孙呐，傻又傻。祖母，兰英这次受了这么大的罪，我一定要好好补偿她。好好，依你，都依你。不行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休书给你了，你爱怎么办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是你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为什么我明明重来一世，过得还是不如你？顾娇娇，你该不会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能重生吧？你也是重生的，可是为什么？我明明已经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了，为什么我还是会输给你？像你这样只想着通过嫁人来扭转自己的命运，满心坐享其成而不愿付出努力，就算能重来，你也依旧不会过得好。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你从未真正明白，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想过什么日子，是要靠自己争取的，而不是依靠他人。跟他这种人废什么话？来人！这么，顾叔爷，你别得意，我还没有输，你等着瞧，我还没有输。几日不见，反而变得这么热情。伤哪了？让我看看。小家伙，头发无伤。我不信，我要亲自检查。这叫什么毫发无伤？疼吗？没有什么比夫人的眼泪更让我心疼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受伤了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只要有大皇子在，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大皇子，你弄疼我了。不是说萧炎回不来了吗？他现在不仅回来了，还把西北百姓的陈情书带回来了。父皇当众斥责我，要彻查此事。怕什么？查就查呗，反正殿下最后一定能当上皇帝。毕竟皇上只剩你一个继承人。你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已然病重，必然活不过这个冬天。皇上悲伤过度，一病不起，能当上皇位的，不就只有殿下您了吗？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只是殿下到时候可别忘了答应我的皇后之位啊。放心吧，朕的皇后只能是你。走，咱们到行宫坐等父皇的传位诏书。想什么呢？这么专注。侯爷，你说西北贪墨案和大皇子脱不了干系，他怎么如此沉得住气，一点动作都没有？或许是有恃无恐吧，毕竟太子殿下身子羸弱。前世太子殿下病逝，
大皇子登基为帝，几乎割让半壁江山给匈奴。大业民不聊生，尸横遍野。萧炎，太子不能死。父亲，我会想办法让秦神医到东宫给太子殿下治病。好了，别愁眉苦脸的了。天塌下来有你夫君顶着呢。漫漫长夜，夫人要一直和我聊别的男人吗？不争气。夫妻床位，有什么正经？喊什么？被大皇子看上是你的荣幸。还是娇娇识大体，有一国之母的风范。本皇子是要做皇帝的人，天下女人都是朕的。来人，快去给本皇子找年轻漂亮的女子侍寝。大皇子，这去。放开我，大皇！愣着干什么？继续跳啊！小月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看，那个好看，我要那个。快爷，两位快爷，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家闺女吧，我姐才生气啊！快爷，我求你了，快爷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大哥，这个够美啊！把这个带回去，大皇子肯定喜欢。大皇子，是大皇子。是啊，美人，跟我们走吧。跟着大皇子，保管你下辈子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走吧。住手！你们知道这是谁吗？管他是谁呢？只要是大皇子喜欢的，那就是大皇子的。是吗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？侯爷，光天化日，竟敢当街强抢民女，确实是吃了雄心豹子。侯爷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。是大皇子，大皇子让我们网罗天下美人送到行宫，我们也是听命行事啊。大皇子，大皇子，不好了！毛毛躁躁像什么样子？本皇子好得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这美豪带兵把行宫围了！大皇子，你可知罪？本皇子有什么罪？倒是你萧燕，你竟敢带兵围困行宫，你这是谋逆之罪！谋逆！大皇子贪墨西北经费，当街强抢民女，祸乱朝纲，证据确凿，本侯奉旨捉拿大皇子。枉他知道了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本皇子是唯一的储君，父皇是绝对不会严惩我的。带走。
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父皇是绝对不会严惩我的！你敢这么对我，我不会放。完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该怎么办呀？好，瞅瞅看一看来，吹一瓶。拿2个，报2个。看真好。尝尝，怎么样？好吃。听说大皇子被贬为庶人了，皇子府都被抄了。活该，都是因为他，西北死了多少人啊！我看贬为庶人都是便宜他了，就应该斩首示众。人家是皇子，怎么可能斩首？听说皇上因为这件事儿都气病了，下令肃清朝堂，已经有不少官员被带大理寺带走调查了。那些个贪官污吏，平日里作威作福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强抢民女，早就该得到惩处了。是啊，不过这次也多亏了镇北侯，要不是他带着成就回来，这事儿还不知道要被瞒多久呢。走吧，夫人，我们去别处逛逛。侯爷，大理寺请找您。找我？侯爷，今日大理寺接到匿名举报，说您贪没军饷20万，还请侯爷跟在下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不可能，侯爷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夫人别急，这些日子大理寺每天都会收到各种举报，基本上都是百姓臆想，子虚乌有。侯爷光明磊落，自然是清白的。但是这流程，大理寺还是要走的，还请侯爷配合。我明白，没事，我就是过去看看情况，很快就回来了。这些你拿着。我又不是去坐牢，等我回来。走。劳烦侯爷先在此处休整，下官这就去核实政务。有劳。有埋伏。来呀！着火了！小姐，是侯爷回来了吗？不是，是皇贵妃召开赏花宴，要您进宫赴宴。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皇上病重，大皇子被贬为庶人，皇贵妃作为大皇子的生母，竟然还有心思开赏花宴。是啊，今日这阵仗可不小，4品以上大臣家眷都来了。皇贵妃娘娘到！都别站着了，快坐吧。顾娇娇怎么在这儿？姐姐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皇贵妃娘娘邀请我来的呀。你就是镇北侯夫人，参见安平公主。我还以为镇北侯宁愿拒绝赐婚也要娶的妻子，是个天仙呢。没想到不过如此嘛。安平公主身份高贵，艳绝京城，这顾疏影怎么能和公主相提并论？是啊，若不是顾疏影攀上了镇北侯，她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踏进这宫门一步。唉，别这么说，好歹也是个侯夫人。侯夫人，这是不想接本公主的茶。臣服一时失手，
还望公主来人！顾疏影殿前失仪，藐视本公主，拖下去痛打20大板。太后娘娘到！安平，你想打谁呀？皇祖母，孙儿只是与侯夫人开个玩笑，并无他意。孩子，你没事吧？臣妇无碍，多谢太后娘娘。太后，顾疏影故意打翻安平公主的茶水，这是大不敬之罪。公主打她一顿都是轻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如此没有规矩，竟敢如此和哀家说话！贵妃，你就是这么管理下人的吗？我是下人。走，到哀家宫里去。慢着，不许走！贵妃，你想造反吗？太后娘娘不好了，大皇子带兵杀进来了。皇祖母，好久不见。是你和大皇子里应外合。太后，您今日不该出来多管闲事的，这样或许还能多活几年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哼！大皇子不是已经被贬为庶人，家产充公了吗？他哪来的钱和兵马起兵造反呢？大皇子没有兵马，匈奴有啊。大皇子没有银钱，我顾家倾全家之力支持。你们竟敢通敌卖国！诸位不用担心，等大皇子顺利登基，我们自然会放大家平安回去的。除了我的这位好姐姐，你知道的，萧恒当不了镇北侯，可大皇子一定会当上皇上。顾娇娇，你当真以为与匈奴勾结、通敌卖国就能得偿所愿？大皇子若真登基，这大业江山定沦为匈奴的囊中之物，届时你又能有什么好下场？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和匈奴签订友好盟约，共享太平盛世。我是功在千秋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嘿，恬不知耻！朝中百官忠肝义胆，岂会认可你这样的窃国贼？我镇北侯府必定第一个出来讨伐。镇北侯府，镇北侯都被我烧死了。镇北侯府还有谁？那个就会斗蛐蛐的萧恒吗？侯爷明明是去在大理寺是吗？大理寺昨天失火了，就在萧燕的房间，本皇子亲自放的火，亲眼看着他被烧得一干二净。姐姐，这次没人能来救你了。完了，镇北侯一死，朝中再无人可以和大皇子对抗了。来人，把他们带走。父皇，儿臣来给父皇请安了。恳请父皇传位于儿臣。逆子！儿臣是心疼你年事已高，想替您操劳。朕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们这等乱臣贼子得逞。父皇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您就别嘴硬。萧燕已死，没有人能来救你。陛下，您若不传位大皇子，镇北侯夫人的脑袋可就要掉了。姐姐没想到吧？这一世你竟然是死在我手里的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明明已经中了迷香，根本不可能逃得出去啊！
本侯能有解百毒的天星解毒丸，区区迷烟，能奈我何？怎么会？众将听令，将这头乱臣贼子全部拿下！跪下！都给我住手！小叶，立刻退兵！握紧你的武器，小叶。你不仅是我顾疏影的丈夫，更是大业的镇北侯。保家卫国是你的职责和使命，不要让我成为你的牵绊。小叶，退兵，不然我就杀了顾疏影，我让你永失所爱。杀吧，天下女子数不胜数，待本侯建功立业后，多少名门贵女任我挑选。众将听令！小叶，你，老实点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你要是有闪失，我怎么办？我都快吓死了，你还凶我？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就是被吓到了。你萧燕还有害怕的时候，只要是与你有关的，就没有我不怕的。你才是吓死我了。刚大皇子说你被火烧死了，我还以为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事发突然，我察觉到大皇子有异性，立刻跑到京郊大营调兵去了。马都是路边抢来的。那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放心，我既答应过你，就绝对再不会受伤。我可不想被你的眼泪淹死了。还说什么死不死的？我错了。小叶，我是大业未来的皇帝，你怎么敢的？不可能，大皇子怎么可能会输呢？把这群乱臣贼子打入天牢，日午时斩首示众。父皇，你不能杀儿臣，儿臣是你唯一的继承人，太子已死，你迟早都是要把皇位传给我的，是儿臣心太急了，父皇。谁说我已经死了？你怎么也没死啊？让大哥失望了。你不是说太子已经死了，活不回这个洞天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太子明明应该已经死了的呀。老夫行医数十载，活死人肉百骨，这世上就没有老夫救不回的病人。带走！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父皇。皇上饶命啊！臣妾是被逼无奈的。父皇，这些都是大皇兄谋划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父皇，全部带走！皇上！臣救驾来迟。镇北侯此次复国有功，朕重重有赏。朕封你为镇北王。谢皇上，这是臣的职责。臣只想让大业江山永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这顾疏影可真旺夫啊！自从镇北侯娶了她，侯府一片祥和，不仅自己屡建奇功，被封为镇北王，我听说连他那个王库叔弟都知道进局了。不止啊，顾疏影可是皇上亲封的唯一一个有封地的县主呢。她开办不少女子学堂，不仅教授女子读书识字，还教授针织贸易，是真正改变女子生活的。那不是要去问斩的顾家二小姐啊？卖国贼，死有余辜！卖国贼，死有余辜！死有余辜！卖国贼，死有余辜！死有余辜！死有余辜！打死你！卖国贼，卖国贼，死有余辜！顾疏影，你把我害成这样，是不是很满意？顾娇娇，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，勾结匈奴，残害忠良，妄图谋反，你落到如今这个地步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
咎由自取。我只是想过得比你好，我有什么错？像你这样自私自利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不管重来多少次，你都不会好过的。因为天理昭昭，善恶有报，谁种下的因，便该谁来受这果。我只是选错了人。我说过选的是太子的话。冥顽不灵。郭书瑶，不许走！我还没有说。放开我！女儿，我可是你爹呀！你救救你爹！你不想死啊？女儿，苏瑶，卖国贼！苏瑶，卖国贼！你回来！卖国贼！去死吧，卖国贼！卖国贼！